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衍生节目《越聊越有料》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天天杨若天。那今天呢，搭乘我们的小车的两位啊，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了。一位呢是人间清醒、怼天怼地，另外一位呢也是低调谦和、气质在线的新生代小花。那他们两个之前在一部热播剧啊《小欢喜》当中的合作受到了大家的喜欢。那今天在我们的路上会有什么样新的碰撞呢？我们一起来看。当时我挺高冷，我当时就心想，我怎么跟这哥们儿演戏呀？我妈说，你看看，哪有一个像华是这么走路的？就你有一点那样子吗？一排集合了俺们非常好看，特别多的帅哥美女，大家快来看吧！我觉得这个长沙话也马上有这样的效果。Hello，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衍生小车，我是天天，又见面了，是的，又见面了。先请两位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诗乐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子凡。Hello。所以诗乐，这是你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吗？算是。哦，什么样的感受？我觉得我以为就是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剧本的，其实都是即兴发挥的，所以要说的每个字要严谨。所以来之前有没有问子凡说问呢？我说住哪儿呢？他说蚊子多呀。各种说是刨根问底儿，就是刨根什么都问啊，什么都问。怎么样啊？那所以说一定是演不出来的那种啊！我不知道这是他来，我说啊你怎么来了？演不出来，真演不出来，因为什么都问了。对。所以之前他对什么东西最在意啊？主要是对人际交往这方面。我有点社恐，我怕我融入不进去。然后他就说这里的小伙伴们人都特别好。我会比较敏感，也比较玻璃心，其实还是多愁善感。就还是想太多，然后就怕自己说错话。所以你一般在一个新的场合，你会怎么去破冰啊？还是得慢热，我不可能就很难一上去说别人坐哪，我说嗨，我说除非就是不小心跟别人对上了，眼神就看着我说嗨，我这样子，或者太尴尬了，看完之后马上对。记得你们当时在合作的时候，《小欢喜》的时候，是谁跟谁先说的话吗？其实当时我挺高冷的，当时我不怎么跟人说话。当时他特别高冷。我当时就心想，我怎么跟这哥们儿演戏呀？就是因为我只知道他是电影学院当时第1名考进去的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，还挺优秀的。然后呢，就觉得这高冷也是真高冷，真的是也不说话。但是我印象特别深的，他一定要吃饭，放饭了吗？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，对，盯得很紧。对。所以你这5年发生了啥？为什么现在没有那么高冷呢？就是说，在电影学院的时候呢，就一心投入到这个艺术创作中了。艺术创作，因为老师啊，那会儿的就是老教授比较多一点，他鼓励你这个样子，就是说你不要管别的，你就给我创作，演各种很高难度的东西都那么样的。但其实出了社会之后，你发现没有这种机会，你还要从基层做起嘛。从基层做起，大家都是人，你高冷给谁看呢？对吧？对。就是说，你并没有说，因为你进了这个学校之后，你就高人一等，你就清高了。你到市场上之后，发现你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，还会让人给你带来一定的期待。对，是因为比如说我当时考上的时候啊，父母都特别开心，别人会觉得，北电中戏是多么厉害的学校。但其实你发现，就是你一进来之后发现，其实就是一所普通大学，普通的大学，就是演员呢也是个很普通的职业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会发现身边的所有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很努力了。其实发现大家就是比你优秀的人更努力，对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但是我比较社恐，是因为就是可能不是太那么自信，我是这个原因，并不是因为真的是我拽给谁看，不是，就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话，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，我不知道我说的这句话对不对，我不知道我说的这句话你爱不爱听，你是否想跟我相处，我也害怕我跟你说这句话给你造成了负担，也会让我觉得更难受了，就是其实想太多，天蝎座，所以有没有想过跟谁搭档？我当时没有什么想法，就是凡凡不是我好朋友嘛，所以我就是很坚定的就选择了他，我也没有想过要去跟别人合作，可能我是属于我这个人演戏是非常靠对手戏演员给我情绪的，就是如果说我们俩不熟，我又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跟你变熟的话，我就很容易演不好，就发挥不出我比较
比较就是正常的水准。说白了就是乐姐就是为我而来的，专门就是为了我才来的这节目。我太期待你们的影视化片段了啊！千万别期待，要有压力了，是不是？千万别期待啊！这样每个人说演戏、表演搭档，你特别看重的地方。信任，信任感。首先你要足够信任对方了，你们才会合作的默契。我觉得沟通非常重要。就是比如说这场戏，我觉得啊你要这么演，那我又觉得这样演会更好。那有的时候我就会说，哎，要不然我就顺着他，我就不说我的想法了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为了这个整个戏负责的话，我觉得对手戏演员就是还是要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就哪怕对方不认可，那我也提出来了，最后可以我让你了解我。